上海的市中心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可能有好几种答案，但是如果问黄浦区的豫园算不算市中心，应该没有人反对吧。然而就在游客如织的豫园边上，有着一大片近乎废墟状态的拆迁区域，两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。在这里漫步，颇有一种中式旧河的超现实感。大家好，我是喜欢去冷门景点的扎教授。今天带大家逛一逛这片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无人区，感受一下除了高楼大厦和繁华街道之外，上海的另一种风情。那首先，我坐地铁14号线到达豫园站，从6号口出来。当然走其他口也可以，但我比较习惯这个出口。刚出站就能看到一排危房，这里也是一块待拆迁的区域。现在这里是一条断头路，用来停放共享单车。骑上共享单车，往右拐2个弯，前面就是来上海旅游必打卡的豫园景区。骑车来到马路对面，沿着人民路一直往左继续前行。没过多久，陆家嘴3件套就突然出现在了眼前。过红绿灯继续往前，当你发现左手边是崭新的商场写字楼，而右手边是岁月斑驳的建筑外墙时，我们的目的地就到了。我现在的位置是黄浦区人民路和东门路的交叉口，面前是 BFC 外滩金融中心，而马路对面这个写着上海老街的地方，就是我要带大家探访的非网红景点。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这里的资料。上海老街原名叫方帮中路，又名小东门，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。这里曾经是上海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，汇集了一批上海最早的钱庄、金店、银楼、酒肆、茶馆、戏楼和商行。从这2张老地图上能看到，这条街上有同涵春药铺、大中国百货店、华美钟表行、江苏省农民银行等知名商家。我还找到了一些80、90年代的照片，看得出上海老街的人气还是挺旺的。即使是在2013年前后，这里的人流量和店铺数量也没有减少太多。可是如今，这条上海老街已经彻底没落，这里的居民和商户在几年前已经全部搬走，建筑门窗全部封死，成了一条无人街。路口的右手边就是老字号药局同涵春的店铺，如今这里已经搬空。左手边有唯一一个还在营业的小卖部，我在这里买了瓶水，顺便问问老板这里啥时候拆迁盖新房。听老板的意思，这里一来是拆迁盖楼成本太高，是对面写字楼的3倍，而且还有很多历史建筑动不了，于是就形成了如今的僵局。现在就只好这样子把那个，没办法了。啥人晓得？说不定过2年，这人类在不在不知道嘞。好，下来。对吧？上海老冰棍。和老板聊完，我正式开始了上海老街的散步之旅。这里虽然已经被废弃，但墙壁反而成了免费的营销渠道，上面印着新的品牌联名活动，把游客导向马路对面的商场。这里有一个弄堂，里面也全部围了起来。外墙的缝隙里倔强地长出了一丛叶子，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是墙上的盆栽，给无人的街道增添了一抹生机。来到一处交叉口，右边的丹凤路已经被封死了，留下2只石狮子在此镇守。4牌楼，左边这条路叫4牌楼街，一直可以通到复兴东路，但我们现在先不往里走，等回来的时候自然会经过。继续横穿上海老街，我的面前一下子多了几个老外，估计是去前面的城隍庙。偶尔还有外卖小哥的电瓶车穿行而过，这里既没有红绿灯也不堵车，全当是超近道。等走到光启路的时候，这一段的无人区算是暂时到头了。回头看看高楼大厦和老城乡的对比，是不是很魔幻？沿着光启路走到线左街的尽头，这是一个丁字路口，往左看去是现代的高楼和东方明珠，而另一头则是充满烟火气的老上海里弄。这条街就是刚才我们路过的4牌楼街。
前面这条横着的路叫学院路。我看到人行道上摆着好多衣服布料，好奇就走过去看看。看到有个阿姨在来回鼓捣这些东西，大概是想整理好之后回收卖钱。又是一个丁字路口，这条东街是我在某红书上搜到的，和上海老街一样，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夹在高楼之间的无人区。虽然墙壁上贴了旧改基地的告示，但铁门没有关，可以进去一探究竟。走在这里真的感觉很奇妙，抬头是几十层高的写字楼，而面前却是无人居住的街道，耳边只有嘈杂的蝉鸣作伴。我在想，对于曾经住在这里的居民来说，搬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能住上更大更新的房子，改善生活条件，这肯定是一件好事。但有些人会觉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，他的社会关系也扎根在这里，街坊邻居各奔东西，精神上一下子就空虚了。有些老上海人或许还有一种执念，宁可住在市中心的危房，也不要搬去下支脚，丢了面子。至于那些还没有旧改拆迁的老房子，生活质量低是一方面，还存在很多安全隐患。我在网上找到了一段2010年拍摄于附近小东门的火灾现场视频，大量老化的木质结构和电路电线，让这些老城乡变成了火灾频发区。我有一户亲戚，以前也住在人民广场附近的类似的老房子里，大概是2000年左右，爸妈领着我去过他们家里，居住条件在当年来说也不算好，比如和邻居共用的前厅，要爬梯子才能上去的阁楼卧室，老化的木头和电线等等。拆迁后他们分到了2套宝山那边的新房，日子也好起来了，想来还是挺开心的。逛完东街，我从4牌楼街开始往回走，像这样的上海老居民区，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少吧。向着来时的方向一直走，东方明珠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了眼前。从牌坊下面走过去，就回到了一开始的上海老街。
除了刚刚逛的上海老街区域，在复兴东路以南也有很大一片旧改地区。既然来都来了，这次就一起逛一下。因为天热加上体力有限，这块地方我就骑上共享单车转悠一圈，不慢慢散步了。骑着骑着，突然来到了一条猫咪街，左右两边的墙上画满了各种画风的猫咪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似乎是2023年举办的一个活动，借此机会让游客来打卡这些上海老街道。当时的确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光，但活动结束之后，包括上海老街在内的猫咪墙被撤下，恢复到了人去巷空的状态。这边这条街不知为何还保留着猫咪涂鸦，在一众暮气沉沉的旧改区域里，显得格外有活力。视频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。虽然这期视频的主题是上海市中心的无人区，但这些街道曾经也一度热闹辉煌过。你是否好奇30年前的上海老街和小东门以及周围的街区是什么样子？在这里，我想特别感谢秦新培老师，他拍摄并整理上传了大量老上海风光的影像记录，其中也包含上述地段的视频。他允许我在视频里引用一部分相关影像，带大家看看从前的老上海。把那飞过的小驴儿背买进来，那刮了刮了嘛。你这边你这样就是菜场呀。对，过来。因为这是一个方式都是，还是一个西服都得出货。老师找的下班也比较多。